這絕對是最有安全感的庇護所。它深藏在3米深的地下，內部空間不但十分的寬敞，還有溫暖的土炕防寒保暖。儘管條件艱苦了一些，但一走一過絕對不會被發現。卡拉唯一的愛好就是建造各種奇葩庇護所。今天他的建造基因又開始躁動不安，於是便帶着狗子們走進深山。沒走多遠，他們就相中這片區域，於是決定就在此處安營紮寨。臨近的2個樹樁正好作為掩體，卡拉迅速動手將上面的枯枝爛葉給清掃乾淨，而後利用樹枝和麻繩圍出庇護所的區域，掄起鏟子便開始向下挖掘。隨着泥土一鏟一鏟被翻起，樹根的輪廓逐漸顯露出來，就宛如大地的經脈。為了清除這些障礙，卡拉先將樹根周邊的泥土掏空，而後再用鋸子將其截斷。雖然樹根看起來已經開始腐朽，但清理起來還頗為費力。而後卡拉繼續掄鏟向下挖掘，直至坑穴沒過頭頂。接着他把室內劃分成2個區域，然後繼續向下深挖，其中一側就作為睡眠區。完事後，卡拉又在牆上瘋狂地挖洞，他打算斜着向上挖通，以樹樁作為掩體，打造出隱蔽的出入口。經過一頓瘋狂輸出，樹樁底部很快就被掏空。接着他翻身來到地面，簡單的規劃出洞口大小，便開始向下挖掘。經過99、81分鐘的連續作業，庇護所的入口終於貫通。考慮到住在地下會潮濕陰冷，他決定打造一套火炕供暖系統。首先就是要在睡眠區的一頭挖出爐膛。卡拉今年28，打洞經驗30年，鏟子在他的手中仿佛長了眼睛，每一鏟都精準利落。之後再用木棍將爐膛與點火區域給貫通，土炕的燃燒室就初步成型。接着他繼續挖出一條貫穿休息區的煙道，以後只要點燃爐膛，熱量便會順着煙道緩緩流動，從而溫暖整個地下空間。煙道末端則直接往上延伸至地面。為了更好的偽裝，卡拉還將煙道口延伸到一旁的樹樁。接着他又收集來一大堆的石板，這就是用來鋪設火炕的絕佳材料。為了防止煙霧從縫隙洩漏，卡拉往粘土中加入一些乾草，攪拌均匀後將其塗抹在石板縫隙之間，確保煙道密封嚴實並且不易開裂。上面的煙道也是同樣用石板覆蓋。為了更好的偽裝，他還特地根據樹樁的輪廓做出契合的結構。完事後再貼上樹皮，使煙道出口與周圍環境融為一體，保準一走一過都幾乎無法察覺。接着他繼續用石板鋪設在爐膛上方，僅預留出一個小小的洞口，作為煮茶燒飯的灶眼。接着卡拉點燃柴火，火苗順着煙道迅速竄起，整個土炕溫度瞬間攀升。為了防止溫度過高會燙傷，卡拉還鋸來了許多的原木，鋪設在土炕表面作為隔熱層。短暫的休息之後，卡拉拿來木棍測量了庇護所的寬度，而後便開始收集密封屋頂的木材。野外最不缺的就是躺平的樹熊，只需將它們全部鋸成合適的長度，就可以直接架設在庇護所上方，作為屋頂的支撐梁。縫隙處還要抹上粘土進行密封，防止屋頂漏風漏雨，同時增強整體結構的穩固性。接着卡拉又到附近薅了一些樹皮，直接鋪設在屋頂的縫隙處，上面再覆蓋上一層厚厚的泥土。為了提升庇護所的隱蔽性，上面再鋪一層枯枝落葉，現在看起來就與林間自然堆積的腐殖層如出一轍。接着卡拉找來柔韌的樹枝，根據洞口的形狀捆紮門板的框架，然後利用麻繩将樹皮固定在框架之上，庇護所的門板便初具雛形。為了防止下雨時雨水倒灌，他還在入口處挖出一道淺淺的排水溝，從而引導雨水順勢流開。經過一天的忙碌，他的庇護所終於搭建完成。此時卡拉的能量也已經消耗殆盡，他來到附近採集了一些漿果，回到庇護所內煮了一壺熱茶。茶香在狹小的空間裡氤氲彌漫，待疲憊的身體逐漸恢復體力，卡拉才開始籌備今天的晚餐。他發現附近很多這種肥美的大蝸牛，僅2分半鐘就收穫了滿滿一大盤。卡拉先將其放入清水中燉煮，與此同時把用锡紙包裹好的土豆直接丟在火炭上烘烤，這就是今晚的主食。隨着蝸牛被煮熟，
卡拉小心翼翼地取出蝸牛肉，而後起鍋燒油，加上各種調料翻炒入味，最後再擠上檸檬汁去香增腥，香氣瞬间彌漫在整個庇護所內。軟糯的土豆搭配上鮮嫩的蝸牛，入口的瞬間仿佛大自然的饋贈在舌尖化開。吃飽喝足後，卡拉便躺在溫暖的土炕上沉沉地睡了過去。